古代大臣被皇帝赐死，为什么不愤怒，反而还要去谢恩？在古代最讲究君臣父子，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正是这种观念，才导致了赐死也是需要谢恩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在很多时候，其实赐死也是一种开恩呢。看看古代的各种酷刑就知道，要处死一个人有无数的残忍手段，比如腰斩五马分尸刨落凌迟、斩首火烛等等。而被赐死的人是不用受到以上刑罚的，得以留个全尸自死，可以说是一种体面的死亡方式。这已经是一种恩赐了。一个人被赐死，通常是犯了大罪，能被皇帝赐死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，不会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因为老百姓根本谈不上这个赐字。能被皇帝赐死的臣子，一般都是皇帝的近臣。比较著名的就是年羹尧了，当年他和皇帝的关系可不一般呢。另外，刚才我提到的各种酷刑，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更可怕的是灭九族和灭三族等等。这不仅要一个人死，全族都要受难。所以如果只赐死一个人，就意味着他的家人被宽恕了，这也是一种恩赐。在古代，往往是一个人如果犯了大罪，是满门抄斩、株连九族的，而且还有各种酷刑。如果这个罪人被赐死，那么只杀他本人，不株连他人，而且还能保一个全尸，这是极大的恩赐了。所以被赐死的人要感恩皇上，如果语言不尽，惹恼了皇上，那就罪上加罪，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相比其他手段，赐死是一种比较温和仁慈的阳谋手段，表示皇帝只针对臣子个人，不会殃及他的家人和后代，甚至还会保留他的功名爵位，朝廷还会继续发放俸禄。这已经是各种死法当中最仁慈、最优厚的一种了，说明皇帝是给了你情面的。在古代常见的赐死手段有赐剑、赐酒、赐白绫等等。当听到皇帝赐死的消息，你一定要乖乖的叩谢感恩，因为这已经是皇上看在昔日的情分上，手下留情了，让你死得有体面有尊严。如果死时你不感恩戴德，结果就很有可能全家陪葬。古代的时候，皇帝赐你死，你就是再不想死，最终的结果也一定会死。那既然如此，倒不如赶快谢恩接受赐死比较划算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